小伙伴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但凡跟生日有点关系的中药，那里面的成分肯定少不了鹿茸这味中药材，而且高级点的鹿茸片，价格甚至可达4万多元一斤哦，那完全就是黄金价。 按克卖的，我觉得有点太疯狂了，所以真的有必要带大家去探索了解一下它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强大吗？鹿茸就是雄鹿还未骨化带绒毛的幼角，而其中又属这梅花鹿的鹿茸是最好的，国家1级保护动物。不过这些是养殖的，这是一只宠物母鹿，这只母鹿在这里是活得最自在、最舒服的，没有人经常去割它脚，因为它一点都不怕人。哎呦！ 他们这些鹿吃的都是这些煮熟了的薏米，我们来喂给他们吃。老板说到这边是仿野生放养的，就是这个草原小了点。像养这些梅花鹿呢，跟我们养牛羊不太一样，它们主要是用来割那个鹿茸的。 而且1年可以割2次。我们的雄鹿它每年的任务就是死命的长角，1年之中所吃的营养呢，全部都用来长角，长得大大的，证明自己基因的强大，然后用它来跟其他雄鹿争取交配权。等到了冬天交配期过的时候呢，它的角就会自动的脱落，以保存自己身体的能量，然后第2年又可以开始反复的长起来了。 这些都是今年刚刚长出来的，像这个比较小的叫出生茸，它们这个时候药效是最好的，但是它的价格比较高。一般我们比较认可的就是像这只，它头上的像这种2杠，长得像这样2只鹿茸，它就可以割了。这个时候它的药效也很好，而且性价比是最高的。总之，所有鹿茸是越小越好，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锯它现在头上这2个角。这个是鹿的麻醉针，拿这个管子给它放到里面去。等下我们要锯哪一只呢？就 吹哪一只，把这个针打到它身上，等于它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来锯了，无痛切割。大哥一击必中，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它已经打完了。现在我们只需要等个3分钟，它就可以任由我们宰割了。先把大家的眼睛给绑上，这样它就没那么害怕。这是给它止血的是吧？ 这时候它的鹿茸呢，它是有带血管的，所以是里面是有血的。割的时候它肯定也是会痛的。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是软软的。但是如果不割的话，等它长大了之后呢，到了发情期，它就会逮谁就干谁，然后它们所有公的就会相互打架，而且打起来都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大家不要认为我们现在给它割脚会觉得很残忍，但是自然界对它们来说会更残忍。 只能说老板养它老，它给老板缴。大家看，它这里面都是血，这里面的血就是非常滋补的鹿茸血，一点都不能浪费。我们拿的时候必须这样子拿着，给它消毒。好了，不要生气了，8月份你又可以长起来了。 这就是老板割鹿茸的时候流出来的鹿茸血，然后他们用55度的白酒已经泡好了。我们的鹿浑身是宝，再加上它这个时候集中全身的精力在发展它那个2个角，所以它的鹿茸血那也是相当的滋补。这些虽然不是真正从鹿茸里面甩出来的纯鹿茸血，但勉强算是半个鹿茸血，也不能浪费。所以他们这样一瓶半个鹿茸血酒也要卖个200多。据说我们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乾隆，他非常懂得养生，他每天都要喝这些鹿茸血酒，当然是鹿茸血酒，不是鹿血酒。虽然差1个字，但是差别大多了。那像我们这种新鲜割出来的鹿茸，1斤能卖多少钱？这个鹿茸它是好高营养的，4000块钱1斤。各个地方的价格不一样，我们的养殖不一样，我们是仿野生养殖的。我们的鹿大概能活多少年？我们的鹿它是活20年。但是在10年左右，好多鹿就淘汰了，它是不长角了，它长得不好了，那个鹿茸就不好了嘛。我们就要把它淘汰掉了。对的。哦，这个是1年的小鹿，只有长到3岁才能成熟长角，然后每年开始收割到它10几岁后，不能长出漂亮的鹿茸，就会被淘汰。当然，大家这时候会很好奇，说好的4万多元1斤的鹿茸呢？其实像这样一根鹿茸，它可是有等级之分的。它这个上面是有很多黄色的小绒毛的，它从头部到根部这里是有6个等级之分的。这头部软软这里就是等级最高的全蜡片，像这样一根只能割出2、3片，因为它这里非常软，一点都没有骨化。在那些大型的中药店，像这种全蜡片烘干过的那种，那基本都是好几万1斤。最不值钱的就是底下这些骨质片了，1斤也就100来块钱。而且老板也说了，除了梅花鹿，还有马鹿，什么各种各样的鹿，那些相对比较便宜，这就导致了网上鹿茸片的价格千差万别了。而且有很多奸商会用马鹿或者其他鹿的鹿茸来假冒这些梅花鹿的鹿茸，所以大家一定要像我这样子自己去割。
那就不会有假。当然，我们这个是刚割出来的新鲜鹿茸，所以它非常适合用来整只泡酒，还适合用来炖汤喝。因为它现在这里面是有血的，所以我们得把它放冰箱冻硬，然后再切成片。看一下，这是全辣片，然后中间这里就是红粉片，性价比最高的。接下来就是血片，还有骨质片。哦，这骨质片切都切不开，硬邦邦的。我这里不是有2只吗？那这一只我们就拿来泡酒，这一只我们就拿来炖汤。最后再放上一根路边。这是我这辈子泡过最贵的一壶酒了。这样子泡上个半年，我们就可以喝了。至于它的功效，相信不用我说了吧？他好，我也好。好了没有？有份了没有？好，可以，这样你就有份了。那这个我们就拿来煲汤。我们1人1半。好。我操！这个大的给你，小的给我。好。我走了，很开心。这样子先让它炖着。现在这个鹿茸血酒它也泡了1天了，可以喝了。它里面都是那些血渣子。老板说喝前给他摇晃一下。在老板割那些鹿茸的时候，他的那些中年朋友都在等他这个鹿茸血酒，他们一个劲的都说效果非常好。但是如果是我不拍视频的话，我肯定不会想着去尝试。看一下什么味道。味道还可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有点香醇的味道，口感上是没有任何一丁点不适，就是那个酒度数太高了，哇，火辣的。其实本来在老板说鲜鹿茸是可以炖汤的时候呢，我是想着整只买过来就切块，然后给它直接炖了，然后再那样子来吃。然后他一听就吓到了，我如果这样吃的话，身体会受不了。他说这个鹿茸非常的补，每次炖的话只能下个几片就可以了。再加上这鹿茸确实名声很大，很多中医也不建议一次性吃太多。但是像这样子炖煮出来之后呢，我真心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肉块，真的有那么补吗？我们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就非常普通的一块肉，因为我这个是靠近头部的，然后就是咬开之后粉沙沙的，口感不怎么好，但是也是没什么异味啊，就边边一层白肉，然后中间就是很明显还没骨化的那些骨头，就是把那个排骨煮得很烂，然后把它咬开之后的那种感觉，然后外面有一层肥肉，口感非常普通。这样放一起炖煮呢，这个鸡汤还是那个鸡汤味。这一片就是这个小只的全辣片了，也是整只最贵的。好吧，很普通，没啥感觉。我觉得刚刚就不应该听老板的，就应该把这里面整只直接剁块，然后炖了就是了。但是对于身边那些中年叔叔们，提起这个鹿茸路边，那都是赞不绝口。或者就如老板所说的，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那就说明你还未到中年。所以我决定等半年之后它可以喝了，我将找10个年轻人，我将找10个有老婆的人，每人送一些给他们喝，然后隔1个星期再去问一下他们具体效果好不好。然后对于小鹿来说呢，不能说他们不难受，但是毕竟在割之前有打了麻醉，减轻了他们些痛苦，隔一会他们也就蹦蹦跳跳、吃吃喝喝了。所以相比被宰来吃肉的牛羊呢，或许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幸运的。但是我相信，等人类的医学文明更进步一些，小动物们将不会再遭受这些痛苦。让我们一起期待那天早点到来吧。